这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城市，这里是柳州。我刚吃完晚饭，现在出门散步，顺便带大家看看这个城市美丽的夜景。这是市区第一高峰，海拔303米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经常和朋友去这个公园玩。周末的时候，爬到山顶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。在柳州，这里有一条江穿城而过，让这个城市拥有22座桥，也被称为桥梁博物馆。夏天的晚上，桥上会有很凉爽的风，非常舒服，所以大家很喜欢在桥上散步看风景。晚上有灯光的照耀，这座桥看起来更美。这位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在桥上散步，桥上的霓虹灯还会随着时间变色。对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铁桥，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。等会儿带大家去看一看。更远的地方是另一座桥，这座桥也非常漂亮。现在往左边看，左边是市中心，可以看到岸边有马路。一会儿我会下去带大家逛一逛。这里是市中心，市中心有很多高楼大厦，这些大厦上会有不同的灯光，让这座大厦在晚上看起来更漂亮。现在看到的这座大厦是这里的最高建筑，它一共75层，有303米高。有趣的是，这个楼和刚才看到的最高峰是一样的高度，是不是很凑巧呢？很多年前，政府在河岸两边修建了景观步道。到了晚上，不仅岸边，连桥上也会有不同颜色的景观灯。不同的大桥，它的灯光还会不一样。现在我打算下桥去景观步道，带大家看一看下面是什么样子的。大桥上散步其实很安全，因为汽车和行人是分开的，走在不同的地方。现在我已经到了江边的景观步道。刚才我就是在这座大桥上拍摄视频。远远地看这座大桥，桥的形状是弧形的，漂亮的弧形配上晚上的灯光，颜色还会随着时间变化，是不是很有特点呢？这是刚才提到的铁桥，这座桥修建于1950年，历史悠久，曾经能走火车和汽车。现在修了新的桥，这座桥也停止使用了，现在是一个景点，供大家参观。从铁桥的桥墩远远地望过去，是另一座桥。现在我打算往前随便走走，去看一看另一座桥。在路上还碰到了这座寺庙，
这座寺庙在这里非常有名，会有很多人来这里参观。到了晚上，还会有夜间游轮，带着游客在江上看夜景。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个夜间游轮，听说还不错。也许我应该试一试，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城市。现在我已经慢慢走到了另一座大桥下面。这座大桥有两个像拱门一样的结构，因为这里离市中心更近，所以旁边的灯光比刚才更多、更亮。如果你想到桥上去，可以从这个楼梯上去。中国有句话，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吃完饭以后走100步，能活到99岁。他的意思是，吃完饭之后，慢慢的走一走，散散步，心情也会变好，对健康非常有益，有助于长寿。这条江的水质非常好，在夏天的晚上，很多人会到这玩水，穿上救生衣，可以在水里游泳，还可以在水里玩桨板。即使在晚上，这里依旧非常热闹，不仅有人在河里玩，河边也有很多人散步。一边散步一边聊天，还可以看看风景。散步是放松心情、缓解压力的一个好方法，你也可以尝试一下。这位女士把音箱也带过来了，在河边唱歌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休闲方式。走了这么远，现在我准备回家了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